美国和英国在2025年联手对准了一位号称电诈之王的神秘人物陈志。美英执法部门不仅起诉了他，还扣押了他持有的127271枚比特币，市值约150亿美元，约新台币4400亿元，以及冻结多处豪宅和资产。美国司法部更形容这是史上最大规模的网络投资诈骗案之一，受害者遍布全球，各国政府纷纷震怒。令人啧舌的是，这位80后的年轻富豪，过去几年竟在柬埔寨取得公爵头衔，担任多位高官顾问，左右逢源。他究竟是如何崛起的？他背后又站着谁？今天就让我们层层揭开陈志和他太子集团的内幕，保证让您大呼惊人。身后的幕后黑手到底是谁？真相比小说还离奇，我们一同来抽丝剥茧。首先，让我们从近期的爆炸性事件说起。今年10月，美国纽约东区联邦法院揭开了一份起诉书，矛头直指现年38岁的陈志。紧接着，美国司法部在2025年10月14日高调宣布，陈志涉嫌主导一个庞大的跨国网络诈欺帝国，涉及电信诈骗、加密货币投资诈骗和大规模的洗钱活动。同一天，美英两国同步对陈志及其相关企业祭出前所未有的制裁行动。美国冻结了他掌控的巨额加密货币资产，英国也宣布冻结他在伦敦市中心的多处房地产，包括价值数千万英镑的豪宅与办公大楼。这场行动被英国政府称为史上针对网络犯罪最庞大的一次打击。一时间，国际媒体争相报道，将这位幕后黑手推上了聚光灯。那么，陈志是何许人也？在此之前，他可不是广为人知的名人。如果不是国际执法单位大动作雷霆出击，普通人恐怕难以注意到他的存在。然而，在东南亚灰色圈子中，陈志早已声名显赫，被称作电诈帝王。他的传奇之处在于，不到10年时间，他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外国年轻商人，摇身变为柬埔寨政商两界的座上宾，创立了业务涵盖房地产、金融、旅游业的大型企业集团太子集团，还对外包装成慈善家、最佳企业家。但现在看来，这一切荣光的背后竟隐藏着无数血汗与欺诈。更惊人的是，他不仅建立了亚洲最大的诈骗集团之一，还被控利用人口贩运进行强迫劳动，把无数年轻人变成他诈骗工厂中的奴工。听到这里，您可能会疑惑，一个外籍人士如何能在柬埔寨呼风唤雨，作恶多年却安然无恙？这正是整件事最离谱之处，也引出了我们今天要深挖的核心：陈志背后的大 boss 到底是谁？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去，看看陈志的发迹史。陈志出生于中国福建省的一个小镇福州市连江县，家境很普通。年少时期的他并非什么天之骄子，反而是在初中2年级就中途辍学了，学业并不出色。辍学后的陈志曾在家乡摸爬滚打，尝试过各种营生。他开过小网吧，当过网管，甚至做过资料买卖、婚恋交友网站、游戏论坛等等，涉足的领域五花八门。其中一段经历颇为关键，大约在千禧年后不久，网络游戏兴起，陈志抓住机会，和人合伙架设了热血传奇等热门游戏的私人服务器。说白了，就是盗版游戏服务，靠出售游戏中的点数和装备牟利。就凭着这些灰色手段，陈志挣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尽管当时没多少人能料到，这个沉迷网络挣快钱的小人物，日后竟会成为跨国电信诈骗的大佬。但命运的剧本往往就是如此曲折离奇。挣了点钱后，陈志并不满足于在老家小打小闹，他开始把目光投向国外的新天地。2011年，年仅24岁的陈志决定远赴东南亚的柬埔寨发展，展开他的淘金梦。彼时的柬埔寨正值建设热潮，许多中国资金涌入柬国，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西哈努克港等地甚至号称要建成东方新澳门。陈志敏锐地嗅到了机遇，他带着积攒的本金南下，在金边和西港投资房地产项目。短短几年间，他的商业版图迅速扩张。到了2014年，陈志更是大手笔投入25万美元，通过投资移民计划正式加入柬埔寨国籍。有了当地身份，
他如虎添翼，再也不受外国人身份的限制。隔年2015年，陈志在金边高调宣布成立自己的商业帝国太子集团。这个名字取意颇为显眼，在中文中译为太子，也就是皇位继承人。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外来商人给公司起名叫开太子，难免让人好奇他哪来这么大的底气和野心。但当时外界并不知道，这个名字背后似乎隐喻着某种强大的庇护与靠山。太子集团创立后，陈志宣称集团的业务范畴涵盖房地产开发、金融服务、消费服务等，是一家多元化的跨国企业集团。表面看来，他顺应着柬埔寨经济的发展大势，把中国资本与当地市场结合，短短几年就做到了柬埔寨数一数二的大企业规模。这种崛起速度，在外人看来堪称商界奇迹。一个外国年轻人在3-4年内就成为坐拥庞大资产、参与银行金融和旅游业的集团董事长。难道陈志天生就是经商奇才，找到什么飞黄腾达的秘诀，还是他背后有人指点，一路为他扫清障碍呢？现在回头看，答案正逐渐浮出水面。陈志把官商勾结、黑金渗透这套模式从中国成功复制到了柬埔寨，从而在当地建立了自己的关系网和保护伞。我们来细看陈志在柬埔寨的关系版图。由于柬埔寨政商环境相当特殊，金钱与权力的交易并不罕见。陈志深谙其道，在获得国籍后马上展开了一系列动作。他热络地结交当地权贵，上缴投名状，取得信任。据报道，他透过捐款和投资赢得王室和政府高层的青睐。创立太子集团后，仅仅3年间，陈志就成为柬埔寨上流社会的座上宾，频频出现在重要场合。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2020年7月，柬埔寨国王颁布一道王室敕令，授予陈志公爵头衔。要知道，公爵在柬埔寨属于极高的荣誉封号，外国人获此称号几乎闻所未闻。陈志能在30出头的年纪成为柬埔寨爵爷，可见他在当地权势滚瓜烂熟，背后定是以巨额金钱和恩惠交换而来的。不仅如此，陈志还被委以政府顾问的要职。加入检级后短短3年，他就通过王室法令被任命为内政部顾问。这份顾问职务虽然名义上没有薪酬，但分量极重，他赋予了陈志相当于副部长级别的官方地位。随后，陈志的顾问头衔越攀越高，他先后担任了第29任首相洪森、现任第33任首相洪马内、洪森之子、副首相兼内政部长邵肯，以及前国家元首韩桑林等多位大佬的顾问。换言之，柬埔寨最有权势的几个人都把陈志当成座上嘉宾和智囊。一介外籍商人在如此短时间内获得这等政治影响力，实在令人瞠目。一旦攀附上高层权贵，陈志在柬国的商业布局就更加如鱼得水。果然，拿下顾问身份仅仅数周后，陈志立刻展开官商合营的布局。他和时任内政部长之子，也是后来的内政部长，联手开公司做生意。这位内政部长家族正是柬政坛实力人物邵肯家族。2020年8月，邵肯接班担任内政部长，而陈志则已经与他之子合资成立了一家公司，双方便开始利益捆绑，合作无间。他们合资的企业名为金贝投资有限公司，这是陈志以金贝为名成立的一系列公司的第一家。此后，金贝发展成为一个子集团，对外宣称在柬埔寨旅游业投资了3亿美元。这里我们不妨记住金贝这个名字，因为它后来也出现在陈志的诈骗帝国中。陈志与柬埔寨高官权贵结盟后，开始大举进军当地赌博与网络产业。前面提到西哈努克港，简称西港，在那几年被称为新澳门，因为当地涌入了大量中国资金和人士，兴建了上百家赌场和酒店，陈志自然不会错过这块肥肉。他透过太子集团旗下公司，在西港投资建造了一座豪华赌场酒店，这正是前面提到的金贝娱乐城。金贝娱乐城于2017年开业，一栋7层楼的综合体，拥有40多张赌桌和 VIP 贵宾厅，一度是西港最气派的赌场之一。由于柬埔寨法律禁止本国公民赌博，赌场的顾客和老板几乎全是中国人。那几年，西港汇聚了各路中国投资者、赌徒和黑帮势力，
他们开赌场、放高利贷、经营色情和诈骗，可谓鱼龙混杂，治安每况愈下。一时间，杀人、绑架、非法卖淫等案件在西港频发，甚至传出有黑道火拼、弃尸荒野的骇人新闻。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博彩热潮的阴影下，网络诈骗团伙也如雨后春笋爆炸性成长。这些犯罪集团多是中国人组成，利用当地的灰色环境对外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而他们针对的受害者起初主要也是中国人。可以说，西港在那几年几乎成了一座被黑恶势力割据的罪恶之城，连当地人都谈虎色变。如此巨大的乱象终于引起了中国官方的警觉。每年通过地下赌博和洗钱流出中国的资金高达约1万亿人民币，这相当于大量资本外逃，已被北京当局视作国安威胁。于是2018年开始，中国和柬埔寨展开了一些合作执法行动，试图打击跨境赌博和洗钱犯罪。其中，太子集团这种涉及庞大资金转移的企业也进入了中方视线。举个例子，因为中国法律规定公民每年只能携带等值5万美元以内的资金出境，陈志的集团就组织了一支庞大的钱罗队伍，专门在人肉带钱和两地银行卡转移之间牟利。据中国法院文件披露，有458名资金搬运工涉嫌替太子集团转移巨款。中国警方对这类钱罗团伙进行了一定的查处，有些人在中国受审判刑。然而，蹊跷的是，这些打击行动规模有限，并未真正伤筋动骨。跨境电诈、洗钱等高科技犯罪在随后几年不减反增，太子集团的核心人物依然逍遥法外，这就耐人寻味了。中方难道是投鼠忌器，有所顾忌吗？事实上，有分析认为，中国司法机关表面上查办了部分太子集团相关的犯罪团伙，但陈志本人以及他集团高层的一些亲信却从未出现在任何判决文书中。也就是说，抓的都是小喽啰，整个集团的大脑毫发无伤，这并非巧合。有知情人士指出，陈志及其团队早已在柬埔寨编织了密不可分的政治关系网，而柬埔寨又是中国在东南亚最亲密的盟友之一。北京当局对这样的人物可能心存顾虑，不愿或者不便直接动他。毕竟，如果牵扯出柬埔寨高层官员受贿，甚至牵涉中国更高层权贵，事情就复杂敏感了。所以多年来，中国对太子集团的态度似乎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既不完全纵容，但也绝不捅破天。有了当地官员庇护和中国方面的默许，陈志的胆子越发大了。他在暗地里加紧打造属于自己的诈骗帝国。太子集团虽然表面从事地产、金融、旅游，但背地里，陈志悄然开辟了另一条日进斗金的黑色产业链——线上博彩和电信诈骗，特别是杀猪盘式的网络诈骗，成了太子集团暗中赚钱的利器。所谓杀猪盘，是近年很猖獗的一种诈骗手法。骗子先在网络上伪装成俊男美女，透过交友软件、社交媒体与目标对象培养网恋关系，把受害者当作猪仔养肥，博取对方信任后，再诱导其投入所谓的虚假投资或加密货币交易平台。等到受害者投入大量金钱，骗子便关闭平台卷款潜逃，让受害者血本无归，这就叫把猪给杀了。这类骗局常常结合了情感欺骗与庞氏骗局，手法险恶，令受害人不仅财产损失，情感上也遭受巨大打击。陈志对外吹嘘过他手下的杀猪盘骗局每天能带来3000万美元收入，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但考虑到他建立的庞大诈骗网络，或许并非全无可能。从他集团诈骗所得来看，美国检方估计已经达到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之巨，遍布全球的受害者被骗得倾家荡产的不计其数。那么，陈志是如何搭建他的诈骗工厂的呢？答案是利用柬埔寨乃至整个东南亚较弱的执法监管，在当地建立起一个个大型诈骗园区。这些园区对外可能被粉饰成科技产业园或投资经济特区，但实际里头干的却是非法勾当。据美国司法部起诉书披露，陈志的太子集团在柬埔寨至少建造了10多个诈骗园区，分布于金边和西港等地，其中甚至点明了几个园区的名称，例如金贝园区、金色财富科技园、
芒果公园等等，一听就是些花团锦簇的名字。然而在那些高墙围绕的园区内，隐藏的是见不得光的罪恶，数以千计被诱骗到境外求职的年轻人被非法拘禁在此，胁迫从事电诈犯罪。试想一下，一片厂房林立的工业区，但里头没有正当工厂，全是密密麻麻的电脑机房和宿舍，住着来自不同国家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是从中国大陆被招工中介骗来的，有的是来自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待业青年，还有的甚至是被贩运来的受害者。一踏进这些园区的大门，他们的护照和人身自由就被剥夺了。在那里，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用假身份在网上物色目标，实施感情诈骗和投资诈骗。如果谁不服从或者业绩太差，下场就很凄惨，监禁、殴打、罚饿，肚子是家常便饭。有些人甚至会遭到电击酷刑。听过电诈这个词的人可能不知道，它不仅指电信诈骗，有时也真的是用电来折磨人。更残忍的是，据多方报道，却有一些不幸者在园区里被虐待致死。坊间甚至流传着更阴暗的传闻，有些园区的黑帮会把抵死不从或无利用价值的受害者秘密处决，甚至疑似牵涉器官买卖这样的害人罪行。虽然这类说法缺乏公开证据，但单单那些实锤的暴行就已触目惊心。这些所谓公司园区简直就是现代奴工集中营。陈志的诈骗园区在全盛时期可谓流水线作业，一端诱骗并禁锢劳工，另一端通过网络源源不断地欺诈全球受害者的钱财。可以说，陈志将人口贩运、强迫劳动与网络诈骗融为一体，形成了一套高效的黑色产业链。在园区内部还形成了层级森严的公司管理，有中国、台湾、东南亚籍的所谓主管、组长，下面管着业务员，也就是行骗者。为了最大化骗钱，他们甚至组建了巨大的电话农场和社群媒体大军。根据调查，太子集团控制了超过76000个社交账号，配置了1250部以上的行动电话，全天候对全球不同地区展开骗局攻势，从甜言蜜语的恋爱欺诈到假冒客服的投资骗局，从假网银诈骗到诱骗未成年人传送裸照再进行性勒索，五花八门的犯罪手法皆出自这些园区。可以想象，坐在电脑前假装谈情说爱的骗子，身后其实站着拿着电棍监视的打手，这画面让人不寒而栗。然而在高额利益驱动下，这一切就这样在柬埔寨的土地上发生了，而且持续了好些年。为了掩人耳目、漂白罪行，陈志绞尽脑汁包装自己的形象。一方面，他不动声色地把非法收益投入正当商业领域进行洗白；另一方面，他在公众前营造出一副热心公益、成功企业家的样子。他曾经多次对外宣称自己热心慈善事业，太子集团也以关怀社区为口号搞公益活动。在2021年，陈志甚至获得了一个国际奖项 Stevie 国际商业大奖年度最佳企业家金奖，而他的太子集团也拿下当年新冠疫情类别的企业铜奖。这样的荣誉乍听起来光彩照人，没想到背后竟是道义有道的贼喊捉贼。更讽刺的是，陈志还投资拍摄了一部反诈骗题材的柬埔寨动作片《猎物》，号称支持打击犯罪。您没有听错，一个巨型诈骗集团的老板居然资助拍摄反诈电影，这操作不能不说荒唐至极，但他本人似乎乐在其中，还请来泰国和柬埔寨的明星站台。据其中一位参演该片的泰国影星回忆，与陈志见面时感到他就像教父一样非常强大。试想，幕后黑手亲自投钱拍片来反映自己一手造成的社会问题，这种现实让人哭笑不得，却也从侧面说明了陈志当时的狂妄与自信。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随着诈骗和人口贩运的受害者遍布各国，国际社会开始高度关注东南亚的电诈园区问题。特别是2022年以来，许多逃出园区的受害者勇敢发声，加上各国媒体调查报道，此类杀猪盘园区的黑幕被逐步揭露。美国执法机关尤其重视，因为有大量美国公民也沦为这些诈骗的受害者。终于，在多方努力下，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锁定了太子集团的犯罪证据。2025年10月，
美国司法部正式采取行动，向陈志发难。我们回到开头提及的美英联合执法行动，这次行动堪称重锤出击，一举将陈志多年来精心打造的黑金帝国搅了个天翻地覆。美国司法部首先发布对陈志的起诉书，指控他犯下电信诈欺、强迫劳动、跨国洗钱等多项罪名。起诉书文字铿锵有力，直陈陈志是一个横跨多大洲的庞大网络欺诈帝国的主谋。这个犯罪集团建立在无数受害者和被剥削工人的痛苦之上。此外，起诉书还揭露陈志曾行贿外国官员以换取庇护，这明显是在说他在柬埔寨对官员大撒金钱的行径。这些罪名每一条都极为严重，美方表示，如果陈志被引渡到案并最终定罪，他可能面临最高40年的联邦监禁。与此同时，美国司法部还针对陈志提起了巨额民事没收诉讼，要将他的非法所得充公。最轰动的莫过于没收约127271枚比特币的行动，价值高达150亿美元，创下美国司法史上最大加密货币追讨记录。这批比特币据称是陈志通过复杂手段藏匿的骗款盈利，他将私钥分散存储在未托管钱包中，自以为高枕无忧，结果还是被技术高超的调查人员利用区块链追踪，一举冻结。FBI 局长更是表示，今天 FBI 和合作伙伴执行了史上最大的一次金融诈欺扫荡行动之一，并赞扬干员们拔除了这座建筑在强迫劳动和欺诈基础上的犯罪帝国。英国方面也同步行动，英国政府宣布，根据新颁布的制裁措施，他们已将陈志和太子集团相关的146名个人和实体列入黑名单，冻结了他们在英国境内的所有资产。英国国家犯罪调查局还特别点出，陈志持有英国公民身份。原来陈志不仅是柬埔寨公民，还透过投资计划拿了英国、塞浦路斯、瓦努阿图、圣卢西亚等多国护照，可谓多国籍大盗。利用英国身份，陈志先前大举在伦敦置业投资，现在英国已冻结了他在伦敦高级地段的一系列房产，例如富人荟萃的 Avenue Road 上一栋价值约1200万英镑的豪宅，以及伦敦金融城芬乔奇街上一栋价值约9500万英镑的办公楼，还有几套位于伦敦市中心的高级公寓。这些房产都是太子集团透过离岸公司购置，用来藏匿和投资黑钱的。如今英美联手出击，可谓从资金和资产上给了陈志沉重一击。此外，在亚洲各地，台湾、新加坡、香港、泰国等也纷纷对陈志相关势力展开追查行动。台湾调查单位早就盯上太子集团在台北的据点，随着美英行动展开，台湾检警在11月初同步出击，兵分40多路搜索太子集团在台的办公室和住宅据点，包括台北一栋指标性的101大楼内的某科技公司，以及陈志购入的豪宅。台北地检署共带回25名嫌疑人，现场扣押了总值45亿新台币以上的豪宅、名车和银行账户资金等资产。警方查封的豪车名单令人啧舌，包括迈拉伦、法拉利、劳斯莱斯、迈巴赫等26辆超跑名车。然而，陈志本人早已不见踪影。行动前，他似乎收到了风声，使得警方赶到太子集团台北办公室时，那里已人去楼空，办公电脑主机和重要文件被迅速清空转移，只留下满地狼藉。这说明陈志在国际制裁风声走漏后，很可能立刻指示手下毁迹灭证，并潜逃离开他认为不安全的地区。据说，他的台湾财务主管在匆忙变卖豪宅名车后，还镇定地对同伴说了一句：“没事，都是小钱。”这种有恃无恐的态度让人不寒而栗。看来，对这个庞然大物而言，几十亿台币不过是九牛一毛。香港那边，媒体调查发现，陈志早年也把触角伸进了香港金融界。他透过代理人在香港持有2家上市公司的重大股权，还在尖沙咀购买了一整栋估值约30亿港元的商业大楼，作为集团在港的运营基地。香港相关部门目前也已冻结多笔可疑资产，并对那些代为理财的幕后人物展开调查。例如，一名姓周的女子被指是陈志在港的白手套，财富管理人也遭美国制裁。可以看到，
太子集团的洗钱网络横跨至少30多个国家和地区，透过层层离岸公司和投资计划，把赃款撒向全球各处。有的投资高调奢华，比如在新加坡购买价值几亿台币的豪宅公寓，在帕劳、帛琉投资度假岛屿项目，甚至收购世界知名的雪茄品牌哈瓦那雪茄的股权等。有的操作则隐蔽狡猾，比如在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等设空壳公司，再由空壳持股各国企业，以假交易转移资金。说到这里，我们再看陈志此刻的境况。自从10月中旬国际制裁行动启动后，陈志本人便行踪成谜。有报道称，行动发起时他身在欧洲的塞浦路斯，巧合的是他也持有塞浦路斯护照，在当地置有豪宅，随即因害怕被逮捕而迅速逃离欧洲。接着他似乎飞往了亚洲其他国家。有熟悉柬埔寨内情的人透露，由于中国和柬埔寨当局目前都尚未承认陈志有触犯本国法律，毕竟此前在这两地查无不法，陈志极可能藏匿在中国内地、香港或柬埔寨境内，也就是那些他相对有庇护的地方。事实上，当美英宣布制裁时，中国官方的态度相当低调，并没有公开表态配合。柬埔寨政府则表示愿意与美方合作调查，但尚未对陈志本人采取任何法律行动。换言之，陈志也许正躲在一个默许他存在的角落，继续逍遥法外。这就让人不禁要问，陈志的幕后大 boss 究竟是谁？谁在保他？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凭自己真能摊上这么大事业，拥有天文数字的资产，并对抗多国法律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随着调查深入，多方迹象显示，陈志很可能只是个白手套或人头，在他背后还有更强大的藏镜人。有消息人士向媒体爆料称，太子集团真正的大股东有7人，个个来头不小，包括中国福建帮派势力的重要成员和其他国籍的隐秘富豪。这7名金主极为低调神秘，他们长期隐身幕后，让陈志出面成为集团的董事长和代言人。据说这些人当中有几位所谓福建帮人物与中国高层权力圈关系密切，早在陈志刚到柬埔寨时就可能给予了他资金和指导。因此陈志初到柬国就能拿出庞大资本投地产，打通关路，并不单纯是个人能力，而是一整个幕后集团在运作。难怪陈志的崛起看似奇迹，实则背后有高人相助。更令人瞠目的是，有前中国公安部的特工人员化名 Eric 叛逃海外后，在社交平台披露了一些猛料。他声称太子集团很多业务并非为了单纯盈利，而是为了替某些权势人物洗钱，因为背后黑金实在太多，必须透过各种渠道漂白。而陈志只是近年才开始涉足电诈行业，早期更大作用是在境外帮助中方进行特殊任务。这名特工自曝，他本人过去就曾在太子集团内挂职，掩护自己的特务身份。他的主要任务之一竟是与太子集团合作诱捕海外的中国异议人士。如果这是真的，意味着太子集团不仅仅是单纯谋财害命，还成了某种政治工具。这让人联想到中国政府近年一直被指在海外进行非法执法行动，比如绑架或逼反嫌疑人及意见者。如果太子集团参与其中，则陈志的角色更像是一颗棋子，在更大的博弈中为虎作伥。当然，以上这些关于7大股东或特工合作的说法，目前多来自消息人士的爆料和媒体调查，尚无官方机构予以完全证实。但种种迹象已经划出了轮廓，陈志的背后极有可能站着一整个跨国黑金网络和与之勾连的权贵势力。无论这势力是所谓福建帮、黑社会也好，还是更高层的腐败官僚也罢，都赋予了陈志横行无忌的底气。甚至有坊间笑称太子集团，这名字取得大，有没有可能暗指陈志本人是某位权贵的太子爷？连这种耸人听闻的传闻都传出了，可见公众对其背景猜测之离谱。但不管他是否真与中共高层有血缘，至少他所倚仗的保护伞确实来自中方势力，否则怎能在美英制裁后瞬间蒸发，不见踪影呢？更何况柬埔寨官方至今对他依然讳莫如深，这背后要说没有中国的影子，
恐怕难以令人信服。总而言之，随着太子集团帝国土崩瓦解般的曝光于世，我们看清了一个触目惊心的真相，这不是哪一个天才骗子的孤军奋战，而是一张交织了黑帮财阀和腐败权力的惊天大网。陈志不过是网中的一只大蜘蛛，而在他身后还有更巨大的黑手操纵着整个局面。也许正因为如此，美英等西方国家此次才痛下决心，大动干戈，务求将这张网连根拔起。一个集诈骗、赌博、洗钱、人口贩运于一身的超级犯罪集团，潜伏在国际社会的阴影处已久，现在终于迎来了清算时刻。不过故事还没有结束，陈志目前仍在逃，他的幕后靠山也尚未露面。美英的行动无疑摧毁了他明面上的事业和财富，但是否真的能将他绳之以法，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和更多证据曝光。或许未来我们会看到国际引渡的博弈，看到更劲爆的黑幕浮出水面。要是那些隐藏的大 boss 现形，势必将牵扯出更高层的震荡。这起案件也给各国敲响警钟。在全球化和数位金融时代，犯罪分子可以利用各国法律漏洞和技术手段编织黑网，但只要正义力量团结协作，再狡猾的狐狸也难逃天罗地网。回顾陈志的发迹与覆灭，不禁令人唏嘘。曾经他风光无限，头顶王室光环，游走权贵之间，被奉为座上宾。转眼真相大白，他却成了国际通缉的阶下囚。这种冰火两重天的剧本远比小说还戏剧化，而支撑这一切的不是什么天命或巧合，而是幕后黑暗势力的角力。正如有人评论的，陈志不过是一个时代乱象的缩影，在他背后是整个跨国犯罪和腐败政治互相勾连的缩影。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保护伞，怎会滋生出如此猖狂的诈骗帝国？所以我们追问身后的大 boss 是谁，实际是在追问腐败与犯罪的源头。这一问或许短期内难有权威答案，但随着国际调查深入，我们期待水落石出的一天。可以确信的是，无论陈志背后的人是谁，不论他们多有权势、多隐秘，如今都终于感受到了来自国际正义的震慑。陈志案揭开了黑暗的一角，也让世人更加警觉电信诈骗和人口贩运这类新型跨国犯罪的危害。真相虽然惊人，但唯有直面真相，才能伸张正义。最后，我们不妨拭目以待，那幕后的黑手会否有现形的一天？陈志这个电诈之王，最终命运将会如何？他的倒台能否真正斩断整个犯罪集团的触角？还是说，在某些阴影的庇护下，他依然能逍遥法外？这些问题有待时间给出答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无论那些大 boss 躲在哪里，他们所犯下的罪恶已暴露于天下，自有公平。在全球合力打击下，陈志们的末日终将到来。让我们希望这场美英联手出击只是开端，未来会有更多黑幕被揭开，更多受害者得到交代。正如剧本最终章，我们期待正义的审判落幕，而不是让邪恶的幽灵继续游荡。电诈帝国崩解后，真正的大 boss 是谁？相信历史终将给出公论，我们拭目以待。